在2023年7月30日，我离开了新都桥，重新启程。从6月4日抵达新都桥算起，我在新都桥也算待了近2个月。在这2个月里，我认识了我的藏族朋友阿旺他们一家，也在阿旺的民宿里遇见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旅行者们。在这2个月里，我相较于其他匆匆过路的旅行者们，和阿旺一起去更深入地了解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藏传佛教的庄严与肃穆。也是在这2个月里，我和来自天南海北有缘分的旅行者们一起，看过了蜀山之王贡嘎雪山日落时的金光，看过了塔公镇附近一望无际的草原与牛羊，也看过了川西的山川湖泊和飞禽走兽。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阿旺一家还要努力地经营他们的民宿，我也还有漫漫远方等待着大金杯一步一步走过。我们终将走向各自未来的前路，因此在广袤的土地上与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因为缘分相遇，又因为各自的远方而别离。我一直认为缘分是个极有意思的中国词语，缘是中国文化和佛家、道教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人与物及人与其他存在之间无形的链接，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短短的2个字里，竟然把偶然性和必然性这2个看起来相似的词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今天离开待了1个多月的新都桥，现在已经到达了号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理塘，也是前2天很火那个丁真的老家。1个多月了，我终于吃到了炸鸡，尽管是喷射战士套餐，但是先吃为主吧。我给大家切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就是理塘的街头。现在应该是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点，但现在的太阳呢，就大约是山东或者说是东部6、7点那个样子。我已经听到他们跳锅庄的这个声音了，我要过去看锅庄了。这个是在理塘，好像是乐通古镇旁边的一个小广场。这边的已经开始准备跳晚上的舞蹈了。在广场舞的旁边就是通乐古镇。我现在吃着我的炸鸡，又买了一杯奶茶，感受一下现代的零食。不过这个奶茶在新都桥也可以吃到，新都桥吃炸鸡的话，就只能是他们那种本地炸的。现在两边还是挺繁华的，明显这个县城就是要比新都桥这个镇要大很多，而且各种店铺啊也会更繁华一些。乐通古镇感觉是藏式风格的这种商业街，满大街都是拍写真的。我现在来到了长兴镇科尔寺，好像又称为理塘寺。今天周一，所以人感觉不是特别多。我现在要进去了。
寺庙还是比较大的，建得也比较宏伟。我现在先往主殿的方向走一走。这个金碧辉煌的，我估计有可能是寺庙活佛的住所，但是我也不确定。这里一会儿好像要诵经，已经准备好了诵经所用的各种的这种应该是粮食，有青稞、各种米，前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焚烧的台子，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会儿地位比较高的喇嘛所坐的位置。这蓝之人陪伴，苍云江错南岸下雪，跟着东荡着为灯体，各自前面就是理塘县城的全景了。我现在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西城门，马上就要离开理塘前往巴塘了，在这儿拍个视频留个纪念。堵车了，现在大家都堵在路上。我下来看到了好几匹马。昨天下午在出了四川进入西藏后，进入到了两省交界处西藏的第一个县芒康县。现在我在他们县城的维色寺，然后转了一圈，前面有个菜市场。走过来呢，感觉不论是四川巴塘还是理塘的人，要比芒康的人要多一些。也有可能很多旅行者他们是这种短途旅行，就是在四川内部川西绕一圈，所以他们就不会进入到西藏的这个境内。别拍，哎嘿，好了，我不想看到真实的我，拜拜。现在海拔大约是4800-900米，我的外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雪山，不算特别大的雪山。然后山上稀稀拉拉的下着小雨，
因为海拔太高，氧气很少，所以大金杯现在只有2档，在非常缓慢的向上攀爬着。不过和这些骑行者来说，我还是幸福多了。我最起码能够遮风挡雨。现在我已经抵达了3018整条线路上面最高的一个垭口——东大山5130。大金杯慢慢悠悠的也上来了。既然它能上到这条线路上最高的垭口，那后面基本都问题不大了。我现在到了左贡县的一个公共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小红书还有很多平台上大家都在说，所以我就导航过来了，是免费的，而且有很多床车还有房车在这儿露营，我也不例外。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大金杯了，准备上床躺着去了。我刚刚吃完晚饭。好了吗？好了，它这个就是烫一下起一下就行了。哎，练功，成都的没有辣椒的火锅。没吃。说的希望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们就一直没有遗忘它。虽然它只有100多米，但是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别人有说，有些人理解是为了纪念，可能有些人理解就是为了炒作。利息就过分了啊，大哥。我这个可能是今天是属于是最大的。现在录像大桥已经过来了。我们今天到了巴素，现在在一片山谷里面，河滩，我们在露营。我和昨天在左贡认识的大哥，我们一起2辆车把他们的帐篷包在中间，防止有雨水或者说有大风。然后我们现在在准备吃火锅，远处的风景还挺好看的，雾蒙蒙的。草原上吃火锅，开心的旅行之草原吃火锅。对你又懂了。今天是在草原上露营，外面稀稀拉拉的下着小雨。我现在躲在我的车里，拉上窗帘，打开灯，这就是我的移动大宾馆。现在我已经打开了电脑，准备晚上找一个电影。一般听着这个雨打在车上的声音，一边看电影，应该感觉很不错。坐着大哥的坦克300越野车，然后一路从那边越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来古冰川，前面就是特别宏伟的这种冰川。我们正在徒步。好像拖个车都不行。我就要去照一下。他啷个走到下街道的了？他
这边上一溜弯就摔到这边上了。哦，这摔滑了。而且水是往下走的，它那个没按到那个地方上到。现在在果果塘，雅鲁藏布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四周群山环绕，还挺好看的。现在来到了墨脱县的一个门巴族聚集的德兴村，整个村子的村庄海拔大约是不到900米。这边太阳很晒，他们的房屋比较有特点，和一路上看到的藏式这种房屋又不一样，旁上又有一些这种古典的花纹。现在我们准备离开墨脱，回到波密，然后赶往林芝。这边就是特别蓝的蓝天，左边呢群山就是被各种雾给环绕着。我查了一下，因为墨脱受印度洋暖流的这种影响，所以说他们会产这种热带水果，像这个应该就是苹果蕉还是什么蕉。这样吧，你先把那个4斤的给我们切开，我们这里